裁决的微光已然降下，请将身心交付于我。这便是你的安魂之曲。沉静吧，祈祷，为时已晚。在往事乐土早期的故事中，阿波尼亚就已经作为最强大的精神感知系融合战士出现在了别人的讲述中。而在本期的乐土故事中，我们正式介绍了他的出身。他原本是作为一名疗养院的工作人员，生活在黄昏街，看护弱者是他的专长。而无论是他自身具有的预知未来的能力，还是在成为融合战士后获得的戒律的能力，甚至是他的出身，这一切都包含着浓厚的神秘主义的气息，而这也为他的言行赋予了一种更具宿命意味的神性。除此以外，由于他预知未来的能力，在面对那些不知自己命运为何物、对因果茫然无措的普通人时，阿波尼亚的表现会更像一位母亲。她不仅会给予这些孩子、这些普通人纵容和保护，同时也会给予他们严厉的训诫。当我们知道要做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对照需求，首先就是在脑海里浮现出来，它就是有几个关键词，我们可以说。它是比较空灵的，然后呢，它又有一种异样感。它眼睛不是那种炯炯有神的，其实是半眯着眼睛的。然后呢，身上我们也给它做了一些束缚的元素啊，比如说做了一些手的这个元素，头巾，还有那个身上一些绷带，还有我们的一些荆棘，就表现了这种收敛啊，或者是束缚感。裙摆上，我们之前讨论说，我说这个裙摆上怎么有个脸啊？然后我们设计同学说，想体现他内心的这种压抑感或者束缚感，然后手上那个宝石就像我们那个茧一样。之后就感觉每次我们制作的时候，总会有人跑过来说，哇，我发现他那个裙子上有个脸啊，然后就是经常有人找我聊这个，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在正式成为融合战士之后，阿波尼亚获得了戒律的能力，他自身的力量也已经强大到了没有任何人类可以制约的地步。但是当时人类已经面临危机，阿波尼亚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思维的变化，所以他使用自己力量的方式总是出人意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初次见到阿波尼亚时，她更像一个无辜的普通女性，但是我们却本能地对她感到恐惧。截然不同的两点使阿波尼亚显得更加的神秘。在阿波尼亚角色设计的时候，我们会用比较静态的 pose 来展现这个角色的温柔呀、静谧这些特点，但是它同时就是充满力量、特别危险的角色。当他攻击的时候，我们会让他的 pose 变得特别开，通过静态、动态强烈的对比来展现出这个角色截然不同的两面。在实现驯养手臂的最初阶段，我们本来预想的是手臂做不同的动作，但是这样的情况会显得这个角色人格分裂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决定还是主要跟随为主，有一双手臂始终保持闭合，就像是在祈祷呀，或者是被阿波尼亚自我封印束缚的。另一双手臂就会一直张开，这样的话可以让他的 pose 更加的饱满有张力。手臂大部分情况都是在跟随主手臂进行运动，这样的跟随处理会让阿波尼亚在做一些快速的动作中，会给人一种能够慢下来的感觉。在阿波尼亚看来，类似凯文这样不断开拓的引领者必须存在，而那些跟不上他脚步的弱者也同样需要看护。为此，在他逐渐接受了命运不可改变这样的事实之后，他开始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放在如何看护弱者，给他们一个尽量完满的结局这件事上，而戒律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使用的手段之一。这或许看起来很消极，但是对阿波尼亚来说，这也近似于一种注定的命运。他的命运以看护弱者开始，又以看护弱者结束，而他为此竭尽了全力。
考虑到阿波尼亚它沉稳内敛的这种个性，我们就尝试去赋予它一种区别于以往的主 C 的一种输出流程。阿波尼亚它在输出期间，玩家将可以切换出别的角色，与之进行一个协同攻击，并且在合适的时机，阿波尼亚将可以再次切入战场进行输出和最后的收尾工作。其实，在制作阿波尼亚的期间，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因为阿波尼亚是一个驻场时间比较长的角色，所以其实我们在阿波尼亚驻场期间，他的一个身上的衣服飘带的表现，以及他的浮空高度等等细节，我们都进行了一个精心的打磨，这样才能够把它最好的一面展示给玩家。届时玩家们也可以在游戏里面驻足观赏一下。由于伊甸和阿波尼亚是多年的战友，所以当阿波尼亚在驻场输出时，伊甸的辅助能力将会给阿波尼亚带来非常大的提升效果。在选取伊甸的武器时，我们选用了比较具有年代感的16世纪的碎发枪。那么这种武器它的特点是它的射击速度比较慢，所以我们引入了3和弦这一概念作为伊甸的能量槽。那么伊甸通过持续的攻击，它将可以收集到各种各样的和弦。那么这些和弦将可以给伊甸带来强化效果，来大幅增加它的攻击效率。伊甸的一枪一式都充满了自信，能够从容不迫地应对他的敌人。而为了实现伊甸黄金歌唱家的身份，我们在他的必杀技中加上了角色跟竖琴相结合的姿态，通过拨动琴弦产生音符去攻击敌人，再加上优美动听且富有节奏感的 BGM， 让伊甸在自己的领域中能展现出他身为巨星的闪耀光芒。他有一种舞台剧的感觉，给你这个角色感觉他活在一个戏剧里面，一个经典角色的感觉。那其实他是和这个黄金的称谓是非常像的，我们就从这个着手嘛。那一个明星他首先要端庄大方嘛，就是这是最容易体现的。然后再加上一些复古的设计，复古的配色，然后他的武器我们也给他设计了复古装饰的双枪，这样感觉是更符合他这个角色特质的。然后裙子上我们再加上一些金色的点缀，也突出这个黄金的称谓嘛。对伊甸来说，世界是他的舞台，而他就是那个黄金时代的缩影。因此，伊甸的命运和钱文明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他和钱文明都曾经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向辉煌，光芒四射，而后又由于突如其来的灾难，失去了所曾经获得的一切。他和钱文明都曾经向命运奋起反抗，但最后却落得一片荒芜。可以说，伊甸身上的光芒就是钱文明的光芒，而伊甸的离去，则正式宣告了那个时代人类文明的消逝。我的时代已经一曲终了，愿你们的未来能够长颂不休。